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一提起星云大师，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很多人都看过他的演讲视频，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星云大师如今已经93岁高龄了。今天，小编想来和大家分享一篇被称为星云大师遗嘱的真诚的告白，我最后的嘱咐。以下将以第一人称为大家叙述，内容略有删减，只留大师对佛法修行的理解。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，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各位护法信徒，各位朋友，各位徒众弟子们，在这里要向各位做个真诚的告白。我一生人家都以为我很有钱，事实上我以贫穷为直至。我童年家贫如洗，但我不感到我是贫苦的孩子，我心中觉得富有。到了老年，人家以为我很富有，拥有多少学校、文化、出版社、基金会，但我却觉得自己空无一物，因为那都是十方大众的，不是我的。在世界上，我虽然建设了许多寺院，但我不想为自己建一房一舍，为自己添一桌一椅。我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。佛教僧家物品都是十方共有，哪里有个人的呢？但在我的内心，可又觉得世界都是我的。我一生不曾使用办公桌，也没有自己的橱柜，虽然徒众用心帮我设置，但我从来没有用过。我一生没有上过几次街买过东西，一生没有存款。我的所有一切都是大众的，都是佛光山的，一切都归于社会。所有徒众也应该学习将此身心奉给佛教，做一个随缘的人。我一生人家都以为我聚众有方，事实上我的内心非常孤寂，我没有最喜欢的人，也没有最厌恶的人。别人认为我有多少弟子信徒，但我没有把他们认为是我的，都是道友。我只希望大家在佛教里各有所归，我没有什么个人物质上的分配，说哪一块钱分给你们，哪一块房舍土地分给你们，也没有哪一个人拿什么纪念品。你要那么多的书，随便在哪里都可以取得一本作为纪念。你不要，我有什么良言好话也没有用，我只有人间佛教供你们学习，只有道场供你们护持。我一生人家都以为我创业艰难，事实上我觉得非常简易，因为集体创作我只是众中之一，做时全力以赴，结果自然随缘。许多人以为我善于管理，事实上我只懂得无为而治。感谢大家互助合作，除了戒律与法治之外，我们没有权利去管理别人，对于世间的一切，来了并没有觉得欢喜，去了也没有觉得可惜。总想人生应该任性逍遥，随缘自在，能够与道相应，与法相契，就是最富有的人生。我一生服膺于给的哲学，总是给人赞叹，给人满愿。我立下佛光人工作信条，给人信心，给人欢喜，给人希望，给人方便。因为我深知结缘的重要，心里只想到处结缘，到处散播佛法种子。我这一生奉行以退为进，以众为我，以无为有，以空为乐的人生观。凡我出家弟子都应本着出离心，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业。生活要求简朴，不要积聚。过去三衣一具，头陀18物，衣单2斤半，这许多优良传统都合乎戒律，都应该深思熟记。须知佛道遍满虚空，真理充塞法界，法界一切都是我的，但形象上的无常，一切都不是我的。不要对世俗有太多留恋，人间佛教虽然不舍世间，但是犹如牧人看花鸟，不要太多留恋，太多分别，时时以众为我，以教为命，在佛道上安身立命。凡我徒众拥有佛法就好，金钱物质尽量拿去与人结缘，因为那是人间共有的财富。对于财务经济点滴归功，我们每个人一切都是常住供应，不需纷争，不要占有，只要大家正信办道，生活应该不足挂虑。也希望徒众不要为世间这种衣食住行太多的分心挂碍，此时不足道也。我这一生信仰佛陀，以佛陀为我的导师，为我的道路。未来大家在佛道的修学上，佛陀10大弟子都是我们的榜样。
佛教的宗门祖师都是我们的模范，在佛法的红船上，世界各地的道场要尽量给予本土化，请当地徒众住持。我对人间佛教的所有言教，都要能传达到家家户户，为人所接受。我一生以弘扬人间佛教为直至，佛说的、人要的、净化的、善美的，凡有助于增进幸福人生的教法，都是人间佛教。苦要视为我们增上缘的力量，无常不是定型的，可以改变我们未来的一切，促进人生的美好。空不是没有，空是建设有的，要空了才有。我一生一无所有，不是真空生妙有吗？我坚信人间佛教必然是未来人类世界的一道光明。说好话是真，做好事是善，存好心是美，让三好运动的真善美要在社会里生根。智就是般若，仁就是慈悲，勇就是菩提，要努力做到，让戒定慧在我们的心里成长，以实践菩萨道作为我们人间的修行。我倡导平等，深信男女贫富都在平等之中，不可以有所歧视。众生皆有佛性，情与无情都能同源种质。所以我从人权的尊重到生权的提倡，希望彻底落实众生平等的精神。大家对山上的老树小花要多多爱护，山下的村民百姓应给予关怀，育幼院的儿童要多多鼓励，精舍赡养的老人要时常慰问，对开山的诸长老要给予尊重。我对两岸视如一家，我对世界都如兄弟姐妹。我希望把美好的因缘留给人间，把佛法的情谊留给信者，把信心的种子留给自己，把无上的荣耀留给佛教大众。但愿普世大众都能信仰因缘果报，希望每位仁者都能奉行慈悲喜舍，把一切的心意留在人间。人间佛教的事业如办大学、电台、报纸、编辑出版、云水书车、养老育幼等，凡有利于社会公共事业的，都应该交由教团担当，给予支持，不可间断，要把滴水之恩做得更加美好。对于佛光祖庭宜兴大觉寺，有缘分要常去礼拜。我对社会的文教公益十分看重，所以有一个公益信托教育基金，现在已有10余亿元，除了少数由信众发心捐赠，全由过去的稿费和一笔字所得。今后山上的长老可以护持，也希望佛教人士或热心公益者的遗产都可以参与进来，让公益基金壮大，更能造福全民，成为国家社会的一股清流。像真善美传播贡献奖、三好校园奖、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、星云教育奖等，其他再有项目，只要经济许可，将来都可以设立。我们对于社会总要增加养分，这是每一个佛教徒不可以推却的责任。在教育上，开支最浩繁的就是常驻办的几所大学、中学等，若有缘分，无条件的赠予有缘人管理，不可买卖。如果卖学校，对那些募款办学的人怎么交代？这对佛光山的名誉不好，会给人批评。对于协助佛光山文化教育发展的社团，如有兴办，应量力补助，以使其有心人更加团结。如有良言建议，甚至批评，只要是善意的，也不要排拒，要以闻过则喜的雅量接受。我们总要接受大家的意见，他人才会更加拥护。我时常看到园艺组的徒众们在那里除草修花，看到环保组的同道们在那里做资源回收分类，看到工程组的修缮、都监院的服务、大寮里的点塑，以及殿堂里的香灯、电炉等，那种投入、任劳任怨，实在是山上成功的动力。我只有感动、感激。所以集体创作的精神要永远的无怨无悔的坚持下去，这是我一生的志愿。因为谁都不能单独存在，大家要互助互敬，共存共荣，那才是懂得佛法的核心精神。宁可个人牺牲忍耐，不要让常住和大众受到损失。我的乡亲前辈唐朝鉴真大师，经过多少磨难到达日本弘法传播文化，在75高龄自知归乡无望，他写下遗迹：山川异域，日月同天，祭诸佛子，共结来缘。在人生的生命之流里，如同大江东去，终有再回来的一日。
人的生命一期圆满，还会有另一期生命的开始。人类不能独居于世间，生活需要士农工商的供应，生存需要地水火风的助缘。大自然里日月星辰、山河大地都是我们的生命，大家要爱惜我们所居住的地球，要帮助地球上的一切众生，因为他们都是曾经给我助我的人，对我们都有恩惠。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因缘里，要彼此相依相助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没有带来，死也没有带去。回顾自己这一生，我不知道曾为人间带来什么，但我带走了人间的多少欢喜，多少的善缘。我难以忘记多少信徒对我的喜舍，对我的护持，多少同门的祝福。我也难以忘记刻骨铭心的祝愿。我这一生所受到的佛恩友谊，真是无比浩大。我应该在人间活得很有价值，我愿生生世世为佛陀奉献，为大众服务，以此上报四重恩。现在我虽然快要带走你们对我的尊重，带走你们给我的缘分，带走你们对我的关怀，带走你们与我的情谊，未来我会加倍补偿你们。我一生所发表过的言论，如集体创作、制度领导、非佛不做、违法所依，又如传法说记、佛光菩提种遍洒五大洲，开花结果时光照环宇宙。希望大家都能谨记实践。所谓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凡我信者要实践慈悲、喜舍、结缘、报恩、和谐、正派、服务、正常、诚信、忍耐、公平、正义、发心、行佛，这些都是佛法，能够实践，你就会有办法。我一生虽然遭逢大时代的种种考验，但我感到人生非常幸福。我享受苦难、贫穷、奋斗、空无，我体会四大皆有，我感受人生花开四季。佛陀信徒给我的太多了，虽然出家注定要牺牲享受，但其实无人也享受了牺牲的妙乐。我觉得在佛法里的禅悦法喜就已享受不尽了。对于人生的最后，我没有舍利子，各种繁文缛节一概全免，只要写上简单几个字，或是有心对我怀念者，可以唱诵人间因缘的佛曲。如果大家心中有人间佛教，时时奉行人间佛教，我想这就是对我最好的怀念，也是我所衷心期盼。最后我所挂念的，除了信众的幸福安乐，更要重视世界各地办的大学，这也是我们的根本。山上的大众，尤其丛林学院的师生，他们未来都是佛光山菩提种子，要他们健全发心，人间佛教才能长久与天地同在，与大众共存。法幢不容倾倒，慧灯不可熄灭，祈愿大家未来都能在人间佛教的大道上继续精进，大家相互勉励，共同为教珍重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